我妈不会来的，她说累了。她说12月份你回不回来呀？我说我12月份肯定回来了呀。她说她12月份要去深圳。我去深圳干嘛呀？她说深圳找许家印，恒大的债要回来，怎么可能要得回来啊？要不回来。她现在我叫她不要再去参加这些活动了。但是她说不参加就根本就一点希望都没有，还是参加一下，万一呢？就她还是我妈是比较温和的。许家印还按时发什么发呀？好久没发了。我妈就是天天，哎呀，只能说不能放弃，放弃了就真的没有了。我说你们下次啥时候啊？她说12月份。我说为什么定12月份呢？她说哎呀，大家全部聚在一起不容易，说人数少了没有意义，人多的话就是相对更重视一些，人少了都不接待，你知道吗？还有第一次去的时候全程自费，后面的话还有人接待。一下飞机一出那个，我妈说廊桥我也不知道，但是她说上完洗手间就发现外面有人在等他们了。我说这么厉害的吗？她说是啊，他们拿着那个相机，那个手机在拍，每个人都知道我们长什么样子，每个人都对得上号，就接，不仅接机，还要包吃包住。那个餐补的那个规格还挺高的，50块钱一个人。报销基酒嘛，那不一定吧。但是你到了那边你下了飞机就会有人接待你。我说他们怎么知道你去了？他说哎呀，他们知道的比你快。但只要你一订票，马上就来了。一订票就会联系你，给你打电话，然后上门拜访。然后我妈现在也是个老油条，她说你们给我打电话必须要用座机打哈，现在缅北诈骗那个多啊，我哪个晓得你是啥子人呢？你们打电话必须要用座机打，就说你们公事公办，你们要联系我，必须要用的座机打啊，不能拿手机来打啊，必须座机打。其次，不要深夜拜访我啊，我是一个独居老人，你们不要深夜来找我。你们要找我的话，必须穿着工装，识字儿，就是你必须要穿着那个制服，然后你拿着那个证件啊，然后也不开门，但是说话人家态度也是很好的，就是说一些哎呀合理维权啊什么，或者说劝你回去啊怎么样。我妈说她那一套她都会背了，是怎么讲？不准喊口号，不准举标语，不准拉横幅，不准闹访参访。不准喊口号，不准举标语，不准拉横幅，不准闹访和缠访，就是不要闹，也不要纠缠不休。那我说不让拉横幅了怎么办呢？他说我们就拿那个纸 A4 纸。我说啊，听上去有点 sensitive 啊。他说以前恒大这个事儿就不立案，他们就一直去找嘛。他说怎么不立案呢？他说还等上面的全国一盘棋，上面说立案才能立案，现在还不能立案。然后他们就天天去，也不是天天啊，就隔三差五的去找那个相关部门说立案。然后他们就拿那个 A4 纸纸或者 A3的，上面打一些字，然后就在那马路旁边就举着牌，举着那个纸，维权嘛啊。然后我说妈妈，你一般举什么呢？他说我别的不敢举，他说我只敢举那种。他举的什么？举的是我妈举的纸，上面写的，他永远举那个人民警察爱人民。他说我别的不敢举，他说其他人举那种许家印还我血汗钱，我妈就举人民警察爱人民，还有举那个什么人民警察为民做主，还有那个举那个相信党和政府，坚决拥护党和政府。我妈就举这个。他说其他我不举，我就举这个。然后其他那种亏的比较凶的，然后家庭可能有点困难的啊，就比较痛的啊，他们就会举许家印还我血汗钱，严惩骗子许家印等等等等。我妈就不举这些。而且他们不仅要举那个，我说你们喊什么吗？不喊什么，他说我们唱歌。我说唱什么歌？他说唱国际歌。我说为什么唱国际歌不唱国歌？他说国歌好像有法律不让唱，我唱国际歌。然后举那个人民。我说啊，老我说那对面怎么办呢？
他对面就人数比我们还多，对面就手挽手结成一个人墙，但双方都没有任何过激的行为啊，反正就是温和合理维权，那边就是礼貌接待。国歌是不能乱唱的，对面是不是警察是特勤，互相对视。对，我妈还经常去感化人家，我想起都好笑。我记得我妈说有些警察不是警察就是那种工作人员，她说还有你们那些人有点刁民哈，就是说你们这个有些可能就是没有在他们看来没有那么合法合理维权的，群众里面有坏人啊，那就类似的那种说法嘛哈。但其实他们互相都认识，每一个人都认识，就是每一个维稳对象，我妈属于维稳对象啊，就是他们都是认识的，那个人脸啊，那个身份证啊什么的，他们都知道，所以他们互相是认识的，互相也客客气气的，就说哎你们不要让我们为难啊，怎么样，我们也在帮你啊，怎么，说群众里面有坏人啊，然后我妈就说我们有坏人，哼。我看公安部长都下去好几个了吧，其他的不说，重庆的还是王立军还是文强，我怕是出了好几个坏人了啊，我们当中没出过坏人了。我说这个能说吗？他说能说啊，他说了人家也笑，我们坏人有你们坏人多吗？要下去好几个了嘛啊，光是重庆那边的，我们哪里有坏人嘛？还没得你们坏人多啊。我妈就是那种油嘴滑舌，她平时不说话，平时绝对不说话，然后也只举那种相信党和政府那种。然后他去那边，有时候遇到那种相关的工作人员，人家也是就是礼貌接待啊，非常的温和的进行沟通啊。那边就说，哎呀，王老师，我们这边也是很着急哈，我们也是在全力的去解决这个事情。我们呢也是在国家这边哈，我们这边工作组这边也都是在尽心尽力的，在不断的去追赃啊，然后这个赃款呢追到了都是专款专用的，到时候呢会有结果的，会有好消息的。然后我妈老油条，哎，我晓得你们在追赃哈，我绝对相信你们哈，追了好多赃款嘛，公开一下嘛，现在追到好多了，你又不公开，我们放不下心呐。我们还是很担心啊，我们绝对相信你，相信你们的诚意，我相信你们的能力，所以现在追到好多了嘛。那边就笑说，哎，你等消息吧，你们要相信我们啊。然后我妈说，她说，哎呀，估计是保交楼去了，轮不到这种受害者了，因为好像说首要矛盾、主要目标是要保交楼，但是保交楼这个事情就难啊，你就算我们退一万步说哈，你就算保交楼了。那现在房子本来就不好卖，房价还大幅下滑，这钱怎么收得回来呢？对吧？也是很难的，那咋办嘛？你说，你就算现在好好的房子，不是恒大的房子，那也有个问题，就是你能不能够按照你原定的计划卖出去？你卖出去了，那个钱能不能 cover 你的成本，都是很麻烦的事情。以前我妈说，她说他们那边那以前还出过一个政策，说用什么外地的房子来抵你的这个理财的这种亏损嘛，然后也不知道怎么抵。我妈有点动心，但是呢，我劝她不要去，因为那个外地是云南，她说可能是那种旅游景区的房子。我说哎呀，买都买不脱哈，而且还要补一份钱。我说补钱的事情千万别干，现成钱都要不回来，你还追加一部分钱进去，用那个房子来抵消你的理财的那个款。我说千万不要，算了。很多那种旅游城市啊，都会有那种景区里面做点房子，以前做什么文旅开发或者是什么的，到后来卖不出去。一共亏了多少？一共亏了，他其实没亏多少，亏的是我的。我们家一共投入了130万，回款了100万，回款了10万。我说什么呀？我在梦里啊！回款了10万，我妈投了30，我投了100。哎，别骂我了啊！总之反正就是回不来，我觉得。然后我妈说他们，我说你们平时聊天怎么办呢？她说在群里面，她说有一个还挺惨的，有一个大姐就是家里买了恒大的，而且还把亲家家里的钱也拿去买了恒大理财，就是说不仅是赔了自己的钱，还赔了亲家母亲家公的钱。
然后家里的男人就抑郁了，时不时要跳楼，经常就是参加着活动啊，就打电话说，哎，你们男人好像不对头哦，你快回来。啊，挺惨的。那咋办嘛？比100万多吗？比，反正他们有些那100多万的，还有一个最惨的是那个4000万的。那4000万的为什么会这么多呢？他是供应商，他又是施工方，反正他就是他的生意跟那个恒大就是有点深度绑定那种。当初他要接恒大的活儿，就必须得买恒大的理财，你知道吧？你在恒大上班，或者说你要接恒大的任务，那个业务，你就得买恒大理财。你不买，人家不给你这个活儿，反正就是导致他的那个应收账款也没收回来，还搭进去一部分理财那种，就那种商票啊什么这种。然后我妈又说起另外一个大姐，那个大姐在那个什么中信托爆雷。我说信托怎么爆雷啊？她说你搜买都爆雷了。我不知道中信托怎么爆雷。我说它的底层资产是什么呀？为什么会爆雷？他说：“哎，我也不知道，我没买。但是他们那种苦主群啊，就难民群里面就有那种信托爆雷的。”我说：“你们天天在群里聊这些，那群不炸呀？”他说：“炸呀，天天炸。”我说：“炸了怎么办？”他炸了又拉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当时拿着他手机就看他那个这些群里面，这群里面太好笑了，群里面基本上就是那种拉人，你往上翻全是拉人进来的那个记录。网上发聊天记录全是我拉人进来的。我说没人说话呀，他说该说话的时候我们会说话的。炸一个就是再拉一个，炸一个拉。信托底层资产是房地产项目，那其实还不如投城投呢，城投债现在的还好一点。好多年了，你想想出事儿了都好几年了，他们互相都比较有经验了。信托我觉得就是一种理财吧，我不太懂啊。理财嘛，它就是有底层的资产，就说这个理财它承诺你多少收益，那它怎么去实现这个收益呢？它这个钱是拿去炒股啦、炒房啦、借债啦，对吧？还是炒比特币啦、炒英伟达啦，都有个说法。他说借给哪儿了，就是个理财嘛。城投嘛，他就说内债不是债。信托是 trust， 投进去就不能用，还是不一样？不一样，不一定不一样，不知道也不一样。但我妈是心态比较好，因为她不影响她的生活嘛，亏的是我的钱，所以呢，她心态还是好，没有那种家里有人又生病啊，也有很多用钱的地方，然后捉襟见肘的，需要那种比较苦的那种苦主，天天都要去想办法的，还挺惨的。他就是把这个就是当成一种尽人事听天命。他有时候还跟人聊天，他上回碰到一个50几岁的大哥，当然50几岁我们喊大哥啊，50几岁的大哥当兵转业回来进了公安系统，然后他们就是像这种他们这种一到了那边就有人接待，因为他们是维稳对象嘛，对吗？接待的话就是得有人陪你，上厕所都有人陪那种。就全部都要陪着你把这些事儿给办了，对吗？然后有个大哥呢就聊上了嘛，对吧？大家没事也聊天。说那个大哥，我说那大哥之前在哪儿当兵呢？然后说在东北当兵。然后他们就聊，他说哎，听说东北那边很老毛子比很小日本还很得凶啊。那个大哥说对头。他说哎呦，听说那边坏得很呐。然后我妈还在跟人家在那聊历史。说是爱会条约离不出条约，还有啥子条约啊？北京条约吗？不是啷个？他说的是坏得很呐啊！还有个啥子条约啊？伊犁条约。他说啥子海参崴现在变成了啥子爱弗啥子罗弗拉迪啥子，是不是哦？然后那哥们儿就说对，弗拉迪沃斯克普托克。然后他又说那会儿。又把他们请过来是啷个回事啊？都请到他们两个啊，然后这个大哥一下就宕机了，他说：“哎呀，一盘大棋，我妈不幽默怎么办呢？这个叫事已至此，不如讲点笑话吧。这样，那咋办嘛？那种要死要活也没有用呢。他们聊天尺度大呀，是啊，
有时候上次最后一次许家印发钱，许家印还钱，还了190多块钱，当时我妈就很生气，她就去找他们那些人，就去找人家，他一个月还我100多块钱，老子死了都还不完。然后那边就说，哎呀，大姐你莫能够，你不用那个说哈，莫能够说，哎呀。然后我妈就说，你死了也还不完，你莫看你比我年轻点。我说你这说有啥用啊？我说到现在100多块钱也不给了。他说是，100多也不给了。我投了100多万，还了我投了130万，我和我妈投了30万，我投了100万，一共130万，回了10万块。这个算数好算吧？他还欠我120万，还不包含利息。上次有一次开庭，他说恒大那边没人来，可能是一种战术嘛，或者是怎么样。然后他们本来很期待哈，就是有一个进展，结果开庭对方没来，就很生气，他说你们是暴力机关啊，他不来都不来啊，你们雷霆手段呢啊，强制过来噻，你们恁个多雷霆手段，你暴力机关他不来都不来啊，雷霆手段。有时候会被告缺席，原告也有可能缺席。其实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如果开庭之后又有一方缺席，如果长期缺席，那就等于败诉了。但实际上不管赢还是输都没有意义，关键是这个钱能不能要回来。你赢了，你赢了官司，你要不回来钱，那也是等于给司法机构做 KPI， 对吧？因为你律师费要交，诉讼费要交，对不对？你车马费真的就是什么都做对了，最后还是没有钱回来的，没有意义，无法执行的。关键是还是要雷霆手段。不是败诉方交吗？不是哦，宝宝，真的不是，不是你们以为的那种什么，你去打官司，你只要赢了，你1分钱都不用出，输家什么都出，不是的，事实不是你想的那么美好哦。我那时候我买恒大的时候，我没有太关注经济，所以这一刻呀，自己不主动去学，社会还是要教你的，真的。你不自己去学，还是有人教你的。后来我才开始去，也不是说系统的嘛，还是反正就是非常主动的、积极的去学习这些相关的知识。就是为什么他爆雷了，为什么他又爆雷了，怎么才能防止我的钱还是我的钱之类的。学费很贵啊，说真的。银行理财可以买吗？不要说银行理财能不能买。你呀，还是系统的去学习一下，到底应该怎么去处理自己的资产。最后答案是什么？现阶段的答案就是标普500啊，纳指100，现阶段版本答案。